从零几年开始，国内扫黑除恶的力度逐渐增大，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接连落马，不时有人被捕入狱。大量涉黑集团为了生存，开始改变运营方式。他们通过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然后用这笔钱向着传统行业蔓延。酒店、餐饮、建材、二手车，这些行业都有他们的身影。其中，地产行业那几年发展最快，参与者也最多。我所在的新城集团就是这样一家转型成功的房地产公司。自05年开始，我就给黄新成当司机兼保镖，替他做了不少事。后来他成了优秀企业家，我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夜深时，我回想起这些年的过往，一桩桩一件件，历历在目。我确信我错了，可我无能为力，只能一错再错。黄新成是市里的涉黑头目，巅峰时期掌握了当时市内1/5的灰产。要不是他起步比别人晚，这个比例可能会更大。07年的时候，市内风头变紧，很多人被雷霆手段送进监狱。就是这一年，黄新成下定决心洗白自己，他变卖灰产，整合资金，在当时最野蛮生长的房地产行业成立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就是后来的新城集团。他靠着特殊的手段和人脉，短短6年就将新城集团发展成了市内地产行业的翘楚，又靠着不断拿地、反复杠杆，在极短时间内抢占了大部分蛋糕。因为扩张速度太快，手段太过野蛮，触碰到了别人的利益，引起了其他地产同行的不满。为了搞垮新城集团，那些同行彼此联系，沆瀣一气，做出了后来那些事。2013年4月2日晚上，住建局一位姓孟的领导找黄总吃了顿饭。我当时守在门口没进去，饭桌上聊了什么细节我不知道，只知道晚饭结束后，我送黄总回家，透过后视镜，我注意到他面色不爽。询问原因后才知道，这位孟领导早些年一直在悄悄挪用公款，之前通过巧立名目的方式一直没被人发现，但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居然被体制外的人举报了。现在上头要派人下来调查他挪用公款的事情。这位孟领导现在正在想办法补救，他已经把能拿出来的钱都拿出来了，但是还不够。他仗着这些年一直帮衬黄总，让黄总拿2000万给他，1000万用于补账，剩下1000万用于打点关系。虽然此时新城集团账上没剩多少资金，但考虑到孟领导为新城集团带来的巨大价值，黄总还是决定把这笔钱给他。我以为黄总是因为这2000万才不爽的，可黄总却说不是2000万的事，老孟这人我了解，在官场摸爬滚打几10年了，做事滴水不漏，内部人都抓不到他什么把柄，居然被体制外的人举报了，肯定是那几个同行看新城集团挣钱眼红，要对我的摇钱树下手。我那时候觉得黄总是对的，这件事肯定跟那些老板有关。可是已至此，集团方面也不好再搞出什么动静。我们以为只要把钱给了孟领导，让他挺过这次难关，事情就过去了。可谁能想到，他们搞出来的居然是个连环计。1个月后的早上，我开车去接黄总，他正暴跳如雷，在家里砸东西。我听到动静后进屋，发现他握着根高尔夫球杆，把客厅能砸的东西砸得差不多了。黄总见我来了，把高尔夫球杆随手一丢，从沙发上拿起外套，说了句去公司，然后就往门口走。我赶紧跟出去开车。在车上，我小心翼翼地问黄总，出什么事了？黄总深吸一口气，用极其克制的语气告诉我，李行长说我们集团杠杆太多，风险太高，把贷款申请拒了。那您可以找其他银行啊，没必要砸东西。其他银行也联系了，跟李行长那边是同一套说辞，说白了就是不肯放贷。我沉默了几秒，然后问，您打算怎么办？黄总闭眼皱眉，深呼吸，先回公司，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银行不借，总有地方借，影子银行民间信贷，不行就去集资，我不信我手上那么多地皮，没人肯借钱给我。说完，黄总又想了想，说，这样，你再去打听一下那些行长最近跟什么人来往，回来告诉我。银行行长本来就很受关注，他们的动向很多人知道，只要找到他们身边的人，送点礼，轻易就能摸清他们这些天粗略的动向，再从这些动向里筛选一些特定场所，比如饭店、茶馆、会所，再查一查监控，就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去了哪里，跟谁在一起。我花了1周时间把7位行长的走向摸清，发现他们近期跟其他地产公司走得很近，短时间内产生了多次交集。我把这个发现告诉黄总，他大发雷霆。妈的，我就知道，就是他们在搞我，先让我的后台出事，挖空我的账面资金，然后让银行停我贷款，他们是吃准我家不动杠杆了，打算玩死我。前面提到过，新城集团之所以发展如此迅猛，就是因为黄总喜欢用贷款买地，然后再用买来的地申请贷款，反复几轮后，杠杆就形成了。这样做的坏处就在于风险过大，一旦资金链断裂，杠杆就会崩盘。所以我问黄总，您借到钱了吗？黄总摇头，没有，1分钱都弄不到，这帮孙子是想玩死我。我没说话，这种事儿我插不上嘴。只见黄总在办公室里打转，最后走到落地窗前，他看了眼这个城市，然后对我说，把公司高层都叫来，我要开高层大会。我点头，好。刚走2步，黄总叫住我，等下。什么事？
黄总说你把徐敏也接来，让他也参加高层会。我点头，然后去办事。徐敏是黄总提拔的律师，他是北方人，当年因为躲事儿逃到了南方，落魄时在黄总开的酒吧当酒保，是黄总帮他改了户籍，还帮他上了大学。毕业后，黄总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开家律师事务所，也就是中正律所。起初中正律所就开在集团大楼里，随着后来律所发展壮大，也就独立出去了。外人不会知道，新城集团没有法务部，中正律所就是新城集团的法务部。我开车去市中心，在律所楼下接到了徐敏。路上，徐敏问我发生什么事了，我把基本情况和他说了一下。徐敏听完后脸色很差，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万一新城集团垮了，以前黄总得罪的那些人不会放过我们的。我深以为然，想当年我们为了拿地，什么事没做过，要是新城集团垮了，恐怕我们怎么死的都没人知道。徐敏反复思索，表情越来越凝重，然后忽然深吸一口气。我问他是不是想到办法了，他说有一个下策，先不说，看看会上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实在没有我再开口。好。高层会开了2个小时，散会的时候，每个高层都表情凝重，黄总更是差点动手。这些高层没提出任何靠谱的方案，反而一个劲催促黄总去凑款。他们甚至不愿意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跟新城集团赌一把，生怕以后集团破产，自己会血本无归。会后人都走空了，黄总和徐敏才从里面出来。黄总眉毛拧成一团，徐敏的脸色比他好不到哪儿去。只见黄总一个人进了办公室，徐敏神色凝重地看了我一眼，也跟着进去了。我知道徐敏要把他的方案告诉黄总了。我当时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方案让徐敏不到万不得已不肯说出口。于是我站到门口听他们谈话的声音，然后得知了这个断子绝孙的方案。简单来说，新城集团的资产都被抵押套牢了，需要一笔钱解套。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怎么弄到这笔钱。面对各方的围剿，新城集团如今连维持运营都是问题，账面上资金不足，根本拿不出这笔钱。黄总名下没有什么资产，连他现在住的那套别墅都是以集团名义购买的。在这种情况下，徐敏给出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总结下来就一个字：骗。作为一家房地产公司，开发楼盘是眼下唯一一种可能挣到钱的方式。可开发楼盘需要建材和人力，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集团现在拿不出来。所以徐敏告诉黄总，建材可以买工厂出货的劣质批次，人力可以找包工头签按项目结算的合同。到时候楼房审批就让孟领导那边多关照，他们生产一套劣质楼盘拿去预售，等收到买房者的预售款后，就立刻挪用这笔款项，然后让楼盘烂尾。等将来新城集团缓过这口气了，再把钱还给这些业主，相当于变相跟百姓借钱。这套方案的可行度很大，黄总也很满意。只要切切实实的按照徐敏的意思去办，虽然对社会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至少在可控范围内。黄总认可了徐敏的方案，着手操办。只是他没有完全按照徐敏的意思去做，而是根据地产行业的实际情况做出了一些调整。按黄总的意思，他打算找个人，让对方成立一家建筑公司，然后让对方的建筑公司和新城集团合作成立一个项目有限责任公司，并由这个人担任法人。新城集团再以项目公司的名义去建这个楼盘，等楼盘预售后，由项目公司的法人去套取预售款。这样一来，即便楼盘烂尾，新城集团也不用背负债务，所有的责任都由项目公司的法人承担，甚至连那笔预收款，新城集团也不必退回。只是到时候这个法人必须躲到国外，永远不能回来。我并不懂其中的弯弯绕绕，只知道黄总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就行了。后来黄总让我去找一个人，他给了我5万块钱，还列出了一系列要求。第一，这个人得是地产行业内的人，他得懂地产行业的规矩，从业至少10年。第二，这人的底细必须干净，不能跟其他的地产公司扯上关系，就算有关系，也得是仇人关系。第三，这个人不能跟新城集团有一点关系，也不能在警方那边有案底。第四，他得愿意办这件事，而且口风严谨，最好有把柄在手上。我想了一下，身边并没有同时满足这4点要求的人，单第3条不能和新城集团有一点关系，就刷掉了我所认识的绝大多数人。于是我去了集团的项目部，在那里找了个叫周乾的同事。周乾是集团成立后的第一批员工，他很会看人脸色，深谙处世之道，平时黄总出去办事带的最多的就是他。他算是集团内为数不多深受黄总信任的人。找人这事，我想来想去，只能问他。我把他叫到停车场，跟他单独提了这件事儿。听完要求后，他什么也没问，而是认真在脑子里想了一圈，最后告诉我，我知道一个人符合全部要求，这样晚上我带你去找他。下班后，我跟他去馆子吃饭，一顿饭吃到晚上8点，他额外打包了一些菜，又领着我去小卖部买了2箱奶和1袋旺旺礼包，然后才报了个位置，让我开车过去。在车上，周乾跟我说了下这人的情况。这人叫王昌平，我还在干造价的时候，他在项目上就是干经理的，他做事要求特别严，带出来的项目质量过硬。
前几年出了事，听说是工人搬钢管的时候没放稳，结果高空坠物砸断了他的腿，送去医院给截肢了。后来公司算他工伤，出了他的治疗费，也赔了他一笔钱。按说那笔钱不少，好好生活的话，以后的日子也是有盼头的。可惜他有个7岁的女儿，3岁的时候确诊了白血病，还是那种怎么也治不好，吃药能活，不吃药就死的病。就他女儿吃的那药，一瓶2万多，才够吃1个月，1年下来得花28万买药。以前他当项目经理的时候，每个月工资生活费算上项目提成，1年能挣个30-40万，不光买得起药，日子过得也不差。但自从他截肢以后，工作没了，那点工伤致残赔偿款根本撑不了多久，眼看着日子过不下去，他老婆就跟他离婚了。现在他装着假肢，在外头一天干2份工，死活撑着就是为了给女儿买药，条件简直太合适了。从业10年以上，底细干净，和集团没有关系，最要紧他有个要吃药的女儿，这就是把柄。听完周前所说，我有些同情这个王昌平，但我也不能否认，他确实是黄总要找的人。车子开到他家楼下，那是老旧的红砖房，我们提着东西上到3楼。周前敲了敲右手边的房门，门后面传来稚嫩的女童声：“谁呀？”“是我，周前叔叔。”“周前叔叔，我爸爸不在。”“哦，那你先开门，让叔叔进去，叔叔给你带了吃的。”“不行，爸爸说他不在家，不能给别人开门。”“我不是别人，我是你周前叔叔，我不能开，叔叔你等会儿吧，我爸爸快回来了。”周前听完，笑着对我说：“你看他把女儿教得多好。”我点头：“对，教得很好。”我和周前在楼道等到晚上9点，然后才在楼道听见一步一顿的脚步声。周前抬头起身，对楼下叫了一嗓子：“老王。”楼道底下果然有回复：“老周。”周前把手里的东西放地上，然后就跑下楼去接王昌平。我听着他们在楼道里的对话：“老周，你怎么来了？”“我过来看看孩子，顺便给你介绍个挣钱的机会。只要能挣钱，什么活都行。”说着，他们走到2楼和3楼的拐角处，我看见了王昌平。他右腿截肢，眼睛有点浮肿，胡茬长得很碎，第一眼看过去就很符合人们心中对挣扎求生者的假想。王昌平指着我问周前：“这位是？”周前答：“他是我们集团的股东，专程来找你的。”听完这句话，王昌平加快了上楼的脚步，一边往上走一边在口袋里找钥匙。“让您久等了，进屋喝杯水吧。”说着，他打开门，进屋后奔着厨房去了。周前拎着礼物第2个进屋，我最后进屋。在他们去厨房倒水的时候，我看了眼他家，真的一览无遗。客厅没有沙发电视，只剩一张方桌和2把椅子，像是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方桌上放着一个碗，碗里还剩点面汤，应该是女孩的晚餐。我看向厨房，灶台底下有个小凳子，这面大约是女孩自己煮的。看回客厅，客厅最大的一面墙上贴着几张幼儿园发的奖状，然后就是一个相框，上面是王昌平一家3口的合影。合影里的王昌平那时候看上去阳光帅气，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合影里的女孩看上去天真烂漫，手里还握着一根魔仙棒。当我的视线再往右一些时，就看见了一个戴着口罩的女孩，大约1米出头，半个人藏在门框后面，2只眼睛像小狗一样看着我。她没说话，只是微微地晃着身子，看看我，看看别的地方。她比照片上瘦多了，那一瞬间我说不出什么感觉，就是喘不上气。我在原地愣了几秒，然后打开我的皮包，在里面拿出一捆100元大钞，想了下，又拿了一捆。我带着2捆100元大钞走向厨房，王昌平还在烧水，我把钱塞到他手里，然后抓着周前往外走，边走边说：“这个不行，换一个。”周前被我拉到楼道时，他挣开我的手，问：“峰哥，哪里不行？”“他可以，他只是腿不好，但是他可以。”我摇头：“不是腿的事儿，我不能找他。这件事办完以后，黄总要把他弄出国，你让他一个残疾人带女儿在外国怎么生活？”说着，我就继续下楼。周前冲我喊：“他女儿莫要吃药死的，那要2万多一瓶。他一个残疾人怎么挣这笔钱？你让他怎么办？”听到这句话，我站住了。周前继续对我说：“现在有这么个赚钱的机会，黄总又需要这样的人，就他吧。”我犹豫了一会儿，最后深吸一口气，还是选择接受。我再次跟周前上楼，看见王昌平在收碗。我满脸严肃地跟王昌平说：“这活不太干净，你愿意干嘛？”王昌平听完，看了眼女儿，他让女儿先回房并把门关上，女儿照办后，他才问我什么活。后来我们坐下谈话，周前把餐馆的菜摆了一桌，但没开酒。我把黄总的意思跟他说了一遍，并明确告诉他，这事儿办完后他会被警方通缉，就不能留在国内了。王昌平听完很犹豫，我见他这副模样，觉得他8成不愿意，于是就说：“你不干也没事，只要你不把这事儿说出去，刚才给你的2万块钱就当封口费。”我的话刚说完，王昌平就问我：“成了以后给多少钱？”我答：“1000万。”王昌平深吸一口气，他看向那张全家福合影，又看向女儿的房间，眼睛肉眼可见的变红。他抹了把眼泪，然后点头：“好，我干，能挣到钱，我什么都干。”隔天，我带王昌平去集团交差。
黄总很满意，当即向王昌平许诺，办事期间每个月给他3万块钱，用来买药生活。事情办好后，1000万当即兑现，还承诺会帮他女儿介绍这个领域最好的医生，并承担全部的医疗费用。王昌平听完感动，当场给黄总磕头。当天下午，我们去办事，找了家代办公司，花了1周时间，以王昌平的名义注册了公司，也就是后来的昌平建工。又过了2周，黄总签了一份合作协议，大致内容是新城集团和昌平建工将合作成立一家新城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由双方共同承担。这份协议一式3份，黄总留了1份，徐敏那里留了1份，剩下1份交给了王昌平。之后就到了王昌平发挥的时刻，黄总让王昌平找到500名施工员，最好能连带施工设施一起弄到。王昌平的思路也很明确，他穿了一身最好的西服，带着从黄总那里借来的名表，把自己包装得像个成功人士。随后他让我开车把他送到一处还在施工的工地上，我照办。到了工地后，我把车停在工地外头，因为昨晚下了雨，工地里头有泥坑，我怕车身溅上黄泥。可王昌平却说开进去，里面的脏，就是要让他们看见我不怕豪车脏，这样有气势。我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于是照办。车子开进工地后，很快吸引了周围施工员的目光，然后王昌平打开车门，下到工地上。王昌平冲最近的施工员问了一句：“你们郑工头在不在？”施工员摇头说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下午会过来。只见王昌平看看手表，摇头：“不行，我等不到下午，这样吧，等他来了以后，你跟他说王昌平来找他，有个大买卖要跟他一起做。”说完，王昌平丢给施工员1包软中华。施工员连连点头：“好嘞，您放心，我一定跟他说。”王昌平点头，随后转身上车，又去了另外几个工地如法炮制。下午，我们俩坐在车上，王昌平的手机不断有电话打进来。第一通电话响起的时候，王昌平接通，然后开免提：“喂，老王，听我手下工人说你发财了，都开豪车了。”“是，最近发了点小财，找到路子了。他们说你有买卖找我，是不是要带我也挣点？”“我还真有这个意思，手头现在有个活，我一个人吃不下，想跟你们一块吃。”话刚说完，另一通电话打进来，备注的名称是老三。王昌平跟老王说：“老三打电话过来了，这样我晚点跟你联系，我先跟老三说点事。”说完就把电话挂了。“王哥，你东山再起了？”“是啊，东山再起了，咱俩这么年交情，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我找到了挣钱的路子，想找人一起干，你要是有兴趣，我过2天摆个场子，咱们坐下来聊，我这边还有事儿，一会儿把位置发给你。”一个下午，这样的电话接了7、8通，都是市内有点实力的小工头，每个人手下有几10号工人。等最后一通电话打完时，王昌平深吸一口气。我问他：“你们以前挺熟的吧？”“还行。”他们话还没说完，又一通电话打进来，上面写的是张老板。王昌平看了眼号码，随后接通：“喂，哥，小王，我听他们说你发财了，是不是最近有神妖路子？能不能带哥哥一起玩？”“对不起哥，这趟人满了，下次有机会我第一个找您。要不你先跟哥哥说说是什么项目？”“就是个楼盘，我是承包商，不说了哥，有电话打进来。”说完，王昌平挂断电话，叹气。我问：“为什么你不带他？”王昌平说：“张老板对我不错，我出事后他帮我女儿买过药，但是其他人不行，他们每一个都在我截肢后踩过我。”我立刻懂了王昌平的意思，随后表示理解。王昌平接着问：“后天晚上约个大点的会所，我把他们全拿下。”“好。”我点头，然后拿出手机给神帆会所的经理打了通电话，让他后天晚上把黄总常去的那个包厢空出来。随后电话挂断，我告诉王昌平：“后天晚上7点，神帆会所8号馆。”“好。”王昌平把我刚才那句话群发给了刚才那几人。后天我留在车上，王昌平则在会所里和那些包工头推杯换盏。我不知道他们这一晚上聊些什么，做些什么，只知道王昌平第2天早上才顶着宿醉敲响了我的车玻璃。我解锁车门，王昌平开门上车，坐到副驾上，满身的酒气，告诉我说这事儿稳了。果然，几天后，这些包工头和王昌平签了按项目结算的合同，合同上每平米的佣金比其他工地高了1成半。另一边，黄总找到了有问题的建材批次，最终按照比成本略高的价格收了回来。现在有劳力，有建材，项目很快就能开工。2013年7月28日，新城工地开工大吉，周前成了工地的项目经理。黄总和王昌平在媒体的镜头下给工地剪彩，徐敏在一旁回避着镜头。剪彩结束后，黄总走到徐敏身边，笑着问：“徐老弟，剪彩的日子怎么不露个脸呢？”徐敏摇头：“我不喜欢上镜。”说完，徐敏离开，留下我和黄总站在原地。我知道徐敏身上有故事，但这么多年了，至今没弄明白她身上到底有什么事。黄总这些年也没有追究。但就在刚刚，黄总看着徐敏离开的背影，对我说了句：“疯子，你觉得徐敏能不能信？”这一句话把我吓到了。
黄总见我这个反应，就解释说，你也别这样看着我，我们现在做的这事儿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要是出了事儿，我们就完了，你我周前还有王昌平都不太可能把这事儿说出去，但是徐敏不一样，万一有一天他把这事儿说给那些老板了呢？我向黄总说，他学籍档案在您手里，可以信。黄总摇头，学籍档案的事儿不能拿出来说，你知道有多少大人物在那边买过学历吗？这事儿如果从我这里爆出去，那些买过学历的人一定会想尽办法把事压下去，等将来事情平稳一些，他们就该找我秋后算账了。我久久不敢说话。黄总低头跟我说，你去查查徐敏的身份，看看他以前到底犯过什么事，有什么把柄可以抓。说完递给我一张纸，然后拍拍我的肩膀。我打开那张纸，上面是当初徐敏把户籍迁到南方时填的表，上面清楚地写着徐敏原本的户籍信息。我根据户籍信息上的位置去了北方，发现户籍信息上的房子已经贴上了封条。我跟邻居打听了一下这家的事儿，邻居告诉我他家的事儿在这一片很出名，然后就跟我添油加醋讲了个大概。我总结了一下，徐敏这个名字是前2年换户籍的时候改的，他本名叫陆公，有个哥哥叫陆游。他们的父亲死后，陆游染上了毒瘾，赔光了家产，据说还借了高利贷。后面因为还不上高利贷，惹了道上的人，导致陆公失踪了。邻居都在传陆公是叫放高利贷的人给杀了。前2年，他妈妈也在某个晚上摔下楼死了，这一家子就剩下陆友还活着。后来陆友还不上房贷，这房子就被法院贴了封条。我听着这些故事，大概明白了徐敏的身世。我把这一切通过电话告诉黄总。黄总听完后想了想，说：疯子，你想想办法，把徐敏现在的消息透露给他哥，但是不能让他哥知道是你透露的，也不能让徐敏知道这事儿跟我们有关，剩下的就不用管了。好，我花了3天办完黄总交代的事，然后回了南方。大约过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徐敏忽然跑来找黄总，说是想介绍个人到工地上工作，还说这个人的工资他出。黄总问徐敏，对他这么好，这人是谁？徐敏答，我哥。黄总同意了。再然后又过了1个月，忽然有一天，徐敏打电话给我，让我去搬货。这是我们之间的暗号，基本和叫人一个意思。我带着2个人去了工地，按徐敏的意思，把陆友狠狠打了一顿。在打人的过程中，陆友胡言乱语，说了很多东西。什么当初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什么当初不该赌博，不该杀人，不该骗你。我看他精神崩溃了，就让人停手，出门去叫徐敏。然后徐敏进屋，从陆友口中问了些什么。出来后，他又请我帮忙去趟北方，处理下北方的尸体。我也答应了。出发前，我把这事儿告诉黄总，黄总说，你不用把尸体处理干净，留根骨头当把柄。好，到了北方，我在一座钢铁厂后的坟山上找到了那个埋尸的地方。尸体的头盖骨上有一块很明显的凹陷，看样子他是被敲死的。我处理好尸体，藏起了一根腿骨，然后告诉徐敏事情办好了。等我回来后，陆友不见了。我问徐敏陆友在哪儿，徐敏说在工地里。这是这个工地里埋着的第1具尸体，但不是最后1具。2014年2月9日，那天是大年初9，工人们陆续返工。那天我开车带黄总和徐敏去工地查看情况，工地上除了周前这个项目经理外，还有5个工人在场。周前派这些工人去打点建材，做些准备工作。黄总催促周前，让他早点把楼建好，项目结束后给他500万的分红。周前点头，保证会加快进度。巡视结束，黄总准备打道回府。就是这个时候，有个工人出现，他拿着2节断掉的钢筋走向黄总，嘴里说着劣质建材的事儿。我当时在车上没听真切，但依然感到担心。没多久，我看见黄总揽着那个工人的肩膀，把他带到了地基边上，然后把人推了下去。那一瞬间，我赶紧解开安全带，下车看向黄总。只见黄总说了句周前善后，就向车子这边走来。我调整呼吸，坐回车上。黄总让我开车回去。我把车开出工地后，问黄总怎么了。黄总说有个工人不懂事，非要嚷建材的事儿。徐敏问黄总，黄总辞退他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把他推下去？黄总说，像他这种有正义感的人，辞退以后肯定会到处乱说，到时候都不住怎么办？徐敏想了想，点头，也是。随后黄总又对我说，疯子，你一会儿回去一趟，看看周前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我怕他处理的不好，你善后。我点头，等把黄总他们送回家后，我又回了趟工地。此时周前正在拌泥浆，准备把那人埋了。我看看地基里头，那人已经咽气了。我问周前现在是什么情况，准备怎么处理。周前答，现场有4个工人看见黄总推人了，我叫了车，准备把他们送到别的工地去。他们不会乱说吗？这些都是老工人了，我给了他们1人1万的封口费，让他们多替自己家人想想，他们不会往外说的，说了也没人信。我指着地基里死了的那人问，那这个人呢？不怕他家人报警吗？周前摆手，他是新来的，只要我们不说，没人知道他在我们工地。如果有人找过来呢？
找过来也没用，他没证据。我想了想，点头，好，就这样吧。半年多的时间过去，工地上没发生任何事，那个死掉工人的家人也没有出现。眼看再过不久房屋就能预售，工地上忽然发生了一起杀人案。那是一个叫张和的学生来工地打暑假工，却把同宿舍的工人吊死了。大年初9被黄总推下去的那个工人叫张平，他俩都姓张，这就不禁让人怀疑他们是兄弟。于是黄总让徐敏想办法给张和当辩护律师，查查他的身份信息。后来徐敏回来，他表示张和拒绝他提供辩护，虽然不知道原因，但徐敏弄到了张和的身份证复印件。黄总让周前把张平的身份证复印件找来，两边一对比，发现户籍地址是一样的，他们俩果然是兄弟，可以确定张和就是奔着张平来的。可张和杀人这事显然跟他找张平扯不上联系，加上张和现在被关在看守所里，黄总做不了什么手脚，于是准备走一步看一步。8月26日，第一次庭审，法官判张和死刑。黄总松了口气，觉得张和栽了。可谁料不久后，警方就开始调查周前，因为张和指控他买凶杀人。我们得知这个消息时，完全不知道张和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能先把周前稳住。那时周前已经怀疑张和跟张平有关，是黄总骗他说两人没有关系，才稳住了周前。9月17日时，周前因为无视法庭纪律被羁押，张和也开始逐渐引导警方关注工地。此时黄总才摸清了张和的意图，可为时已晚。原本黄总试图打点警方那边的关系，奈何时间太紧，案子太大，没能成功。警方最后还是在工地上找到了一具尸体，就是张平的。眼看着尸体被找到，周前那边很可能出问题，于是黄总让周前老婆写了一份委托书，请徐明给周前当辩护律师。这样一来，黄总的意思就能带给周前。就在第4次庭审当天，黄总让徐敏对周前说，什么事都别承认，我们会保他的。但事实上，黄总没有这么做。因为徐敏对黄总说了这么一番话，黄总，周前保不了，必须当弃子。我们国家对命案的态度是有案必破，现在警方发现了张平的尸体，如果周前不是凶手，警方就会去查真凶，万一最后查到您身上，就是这句话让黄总拿定了主意。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周前认罪，只要周前认罪，警方就会宣布破案，他们也不会再查下去了。徐敏问黄总怎么让周前认罪，黄总看看我说，疯子，你去把周前的家人请来，只要他家人在我们手里，不怕他不认罪。我没办法，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失控了，我只能照办。我刚准备出发，黄总又叫住我，等下，疯子，一不做二不休，把王昌平的女儿一起带过来。我犹豫了，但还是照办。在黄总和徐敏的打点下，不久后案子结了，张和判了2年，周前判了死刑。3月的时候，周前执行死刑，尸体送到殡仪馆烧成了骨灰。就是那天，黄总跟我说，疯子，你明天带周前的家人去殡仪馆领骨灰盒，回来的时候把人做掉吧。我看着黄总，摇头，这是我唯一一次拒绝他。黄总皱眉，他劝我，疯子，我知道你不愿意，毕竟你跟周前有些交情，但是这件事必须得做。周前和他老婆很恩爱，不是用钱能打发的关系，钱堵不住他的嘴。听到这儿，我深吸一口气。那时候我顾虑太多，顾虑自己，顾虑家人，最后还是答应了。2015年3月3日，我带着几个小弟跟着徐敏一起开车带周前的老婆孩子去殡仪馆领骨灰，他们哭得伤心欲绝，我和徐敏则在后头跟着。见他们快出来了，我从口袋里拿出手套戴上。徐敏见状连忙问我，峰哥，黄总不是答应过会保他们母子的平安富贵吗？我回他是答应过，反悔了。可别劝，一会儿等他们出来，我手下会迷晕他们，你就开车回律所，剩下的事你就别管了。峰哥，积阴德呀。我看向他，很不服气地问，烂尾楼的主意是你出的，你出主意的时候想过积阴德吗？徐敏低头，我没想到这件事居然会产生这么多后果。我紧紧盯着周前的妻儿，现在说什么都没用，我联系好砖窑厂了，火力够猛，骨头渣子会和那些烧坏的砖头一起处理掉，没人会发现的。怎么？孩子还小，他什么都不知道，至少留孩子一命，斩草要除根。你也有儿子，我儿子现在和黄总的儿子一起在海外留学，这算不算是我的把柄？说起孩子，我想起了王昌平的女儿，那个眼神我至今还记得。也许是因为那个眼神吧，我答应了徐敏，她看上去很高兴。好，杀母留子，那就这么说。你想过怎么处理留下的孩子吗？我会把他送到国外去，找个家庭领养他。我点头。一段时间后，新城工地的楼盘建得差不多了，托梦领导的关系，楼盘很快进入了预售阶段。此时，王昌平的情绪一直不太稳定，周前的死，还有他女儿的事儿，都影响他很多。我站在他身边，什么也没说。王昌平当时问我，周前的老婆呢？我没说话，因为不想撒谎。王昌平像是知道答案一样，转而问我，这事儿成了以后，你们会把我女儿还给我吧？我点头，会的。
王昌平深吸一口气，钱不钱的我都无所谓了，只要别伤害我女儿，保证她有药吃，我什么都肯做。我沉默不语，很是愧疚。2015年7月，楼盘预售结束，监管账户里出现了3亿多元的预售款。随后，黄总和孟领导暗箱操作，将监管账户里的3亿元套到了新城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再然后，又找了几家洗钱的组织，将这3亿多元洗到了黄总指定的海外账户。这个历时2年多的计划，到此终于成功。黄总在海外找了个人，以投资的名义将钱汇进了新城集团，之后新城集团被套牢的资产逐一解套。而与此同时，徐敏已经代表新城集团去警局报案了。报案的名目是昌平建工的法人王昌平买通新城地产及有关部门相关人员，套走监管账户3亿元预售款。警方随后开始调查。那天，黄总对我说，本来是要送王昌平出国的，但是他知道周钱的事儿，我不敢冒这个险，你就把他一起做掉吧。我早知道有这么一天，说了句好，然后又问黄总，孩子呢？黄总犹豫了片刻，见他犹豫，我赶紧张口，黄总，我想要个女儿。黄总听完又想了想，似乎是觉得王昌平的女儿还小，构不成威胁，就同意了。那天，全市的警车都在找王昌平，可他们都不知道王昌平在我的车上。我把他带到了码头，王昌平没反抗，好像知道自己有这么一天。我让他下车，他照办；我让他跟我走，他也照办；我让他跟我上了一艘船，他还是照办，没有丝毫抵抗的意思。也许是因为他女儿还在黄总手里。王昌平看着我，问我死了，女儿能活吗？我摇头。什么？见我摇头，他急得大骂，我都愿意去死了，为什么还要动我女儿？我只是个残疾人，我斗不过你们，放过我女儿吧。我还是摇头，然后对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黄总让我杀你，但我不想杀你，我帮你找了艘船，能偷渡到马来西亚，但是护照什么的我没弄到，到了马来西亚只能靠你自己了，你先在那里生活，总有一天你们父女能再见面的。王昌平听完，给我下跪磕头，我心里真不是滋味。我把王昌平送走后，他女儿被送回了乡下奶奶家里，我每个月会送药过去。警方那边一直在找王昌平，还有那笔流入海外的赃款。我知道他们永远都找不到，因为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黄总的一个局。那半年对我来说是最难熬的半年。黄总完美的利用了规则。虽然这个新城工地这个项目是新城集团和昌平建工一起设立的，但由于新城地产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当初新城集团认缴的资金是100万，也就是说新城集团只承担100万的债务责任。100万比3亿，简直是九牛一毛。在这个事件中，新城集团完美脱身，而那处工地上建起的楼房后续都成了烂尾楼，业主们拿不到自己的房子，却还要每个月偿还银行贷款。我知道一切，可我不一个字也不敢说。我知道自己错了，可我回不了头。我看着那些业主因为这件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慢慢的没了人性。又过了半年，开车时黄总偶然提了句，张和好像快出狱了。我点头，是，把他杀了。我不解地看向黄总，为什么？我不理解，明明计划已经结束了，新城集团已经活过来了，为什么还要杀人？黄总早已经没了2年前的窘迫，他敲着二郎腿，看着窗外，轻描淡写地说，张和太聪明了，我们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留着他后患无穷，还是杀掉吧，反正他也没有家人了，死了也没人找他。对，我还是去做了。2016年8月20日，那天张和出狱，他从监狱大门走出来，一直走到路边，伸手拦了一辆的士。上车后，他说去殡仪馆，我估计他要去领张平的骨灰盒吧。那时候我抬头擦了擦后视镜，回了句好。随着张和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一切好像都结束了。新城集团的生意越做越大，黄总把当初那些和他对着干的公司一个个都吞并了，至于那些老板，大多没能落个好下场。新城集团很快成了全市最大的房企，我和徐敏也因此得到了很多好处。我过上了半退休的生活，徐敏也逐渐淡出大众视野，开始四处旅游。新城集团之后的经营越来越正规，建筑质量过硬，该交的税务一笔没落。有时候我会想起张和，我有点佩服他，但更多的是惋惜。他就像是碰石头的那颗鸡蛋，有点不顾一切的意思。如今想起他死的那天，是有些凄惨的。直到他翻白眼，直到他没了呼吸，他依然没有放弃向世界留下线索。可是那天过后，那辆的士就送去报废了，他什么证据也没能留下。之后几年，那栋烂尾楼成了黄总的心病，因为那是一栋用劣质建材盖起来的楼，谁也不知道楼什么时候会塌。可黄总一直没管他，因为不知道如何处理。直到2022年时，黄总的儿子海外留学回来，向黄总问起了烂尾楼的事儿。黄总是想要让黄晕接手新城集团的，他也意识到这栋烂尾楼如果不解决，他也不放心让儿子接手公司。于是就在2022年10月，黄总宣告新城地产破产，随后请工程队炸掉了烂尾大楼，并按照当年合同的价格赔付了所有购房业主。
虽然钱很少，但总比没有好。整件事情看似就这样结束了。可直到那天，我家大门被敲响，我开了条门缝，发现是王昌平站在我家门口。我赶紧把门打开，准备拉他进来。可大门打开后才发现，他的身后站满警察。原来他在马来西亚得了癌，没剩几天可活了。死前他想看看女儿，于是联系了大使馆。再然后我就被捕了。警官，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